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是对即将公布的一个新的进卡表进行一个预测。之前也在动态里简单预告了一下我的猜想，就是这几个。关于这次进卡表呢，我先说明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前提哈，也当做回答下大家之前留言的几个问题吧。首先，进卡表不能怕麻烦，一定是要有效果的。单纯为了简单，不出进卡表最简单，我就负责印卡，环境爱啥样啥样。这种游戏不死算我输好吧。况且隔壁游戏王现在随便一个表就要动10好几张牌，我这才动几个呀。第二点，虽然现在红子罗很多，但是我真觉得红子罗头完全不值得一办。之前的一期视频我聊到过，我认为红子罗完全达不到赤犬这般的高度，而且我认为直接办头是最差的选择，不但表达了设计师的无能，玩家也会非常的焦虑。我辛辛苦苦收牌练牌，万一这个领袖哪一天突然成超主流了，是不是又得给我办了？但是我是支持动刀红子罗的。红子罗确实影响到了环境中大部分领袖的整体体验，也让08的几名新领袖基本沦为了笑谈。不过红子罗现在的强势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很多单卡过于离谱的设计。对，说的就是你黑色玛利亚。红子罗是将这些离谱单卡进行了组合，来实现了1+1大于2的效果。所以对这些组合进行限制，或许就能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现在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这次猜想的主要依据。通过限制特定组合在同一套卡组中可以投入的数量，来降低卡组的稳定性和增加取舍难度，也就是俗称的 AB 表。我设想的 AB 表是通过分组设置2片区域 A 区和 B 区，同时存在于 A 区和 B 区的卡在同一套卡组中需要共同相加不大于4张。比如第一组的基德和黑色玛利亚，如果你投入了3张基德，那么黑色玛利亚就只能投入1张了。再搭配上第二组黑马和雷九，如果你投入了2张黑色玛利亚，那么你不但基德只能投入2张，雷九也只能投入2张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保留了卡组构成的多样性，牌手可以自由选择卡组的搭配倾向，又降低了卡组的稳定性，起到了对强势卡组进行平衡的目的。接下来我就按照颜色去讲解一下我对于进卡表的猜想以及原因。如果大家觉得对你也有一定的启发，恳请大家3连支持一波，小的感激不尽。先讲讲备受关注的紫色，其实脚后跟想这波针对的也应该是红子罗。我在08单卡梳理的那期提到过，我认为黑色玛利亚是张早晚要被禁止的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效果不锁头。可能本来是怕如果只给凯多用，如果凯多热度上不去，这张卡就没人用了。结果这下好了，不但凯多没起来，还养出来个怪物红子罗。红子罗本身对手牌的利用率极高，但是资源的续航性极差，所以红子罗的构筑中能保证资源续航的牌都至关重要。这里的资源续航有2个方面，一个是手牌资源的续航，一个是东资源的续航。如果在红子罗的卡组中这2点得到了保证，那么红子罗就有了应对80%的对局的能力。所以我设想的平衡方案就是针对于红子罗的续航。第一组的黑色玛利亚和基德就是在针对于削弱红子罗的东的续航。为什么不是新出的3费布林呢？一个是布林是追的休息东，从对于节奏的帮助上来说肯定是不如基德的。然后是布林是3费4000，基德是5费6000的阻挡者，不管是作为有效打点还是防守能力上，基德都是比布林要优秀很多的。虽然贵了2费，但是如果能追到2-3个活跃东，那差的这2东的价值也可以说是基本追平了。基德整体还都是要比布林优质很多的。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前阵子的红子罗冠军基本都放弃了基德，你还针对基德，这不就没有了平衡的意义了吗？其实不然，我帮大家分析一下。前几天放弃基德的红子罗，咱们从构筑上其实能推测出它是偏向于做了很多内战特化的，包括拉满了玩具罗，下满奎因和雷九的8张过牌。而基德在内战中一定是被解的第一优先级，所以很难开出特别多次的追东效果。那这时布林因为是3费4000的优势，才会被明显的放大出来。而如果平衡之后，红子罗数量有所减少，内战减少了，那基德优先级我认为还是要比布林高的。所以经过思考，还是把这个位置给到了基德。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稍后讲解。第二组我认为就是至关重要的平衡了，黑色玛利亚和雷九。首先这2张牌都是至关重要的改变了红子罗地位的单卡。雷九的出现使得红子罗有了续航能力，黑色玛利亚的出现让红子罗前期可以肆无忌惮的发动领袖效果。如果要在这2张牌中进行取舍，我相信绝大部分红子罗玩家应该都会选择雷九，毕竟对于红子罗来讲，手牌资源还是要更重要一些。即使选择了3-1或者2-2的投入方式，也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红子罗的稳定性，同时也会让大家变得更愿意去解决红子罗登场了的黑色玛利亚了。所以我设想的是从这种方式把黑色玛利亚从红子罗的卡组中剔除出去，
也有朋友提到过马库斯和戈登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出现一组。说实话，如果没有我前2组中提到的任何一组，我是支持这个提案的。但是如果会实行黑色玛利亚和雷九这种级别的平衡的话，再加上马库斯和戈登，虽然确实是喜大普奔，但我真觉得红子罗罪不至死呀。这一刀要砍下来，红子罗别说能不能有 T1 强度了， T2 估计都难了。我估计稳定性会直接跌出竞技领袖范围了。没了黑马，红子罗的竞技水平其实跟07是差不太多的，而07的红子罗真的有强到特别离谱吗？说实话，虽然强，但是不离谱。那这个时候8张戈登大家不也基本能接受吗？所以虽然我认为砍戈登合理，但是前面的部分就得重新预测了，就不能是黑色玛利亚加雷九这种级别了。刚才讲基德和布林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为什么我把黑马和基德放在了一组。在我构思这套卡表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的08卡组去寻找是否还有其他卡组会像红子罗这般去构建卡组，有没有我设想的组合在其他卡组中也同时大量出现的。这也是我这次进卡表猜想的一个重要依据，有没有什么组合是只针对于这名领袖强，而对于其他领袖来说不强的。黑马加布林就是个可能会大量出现在凯多卡组中的组合，因为大秘宝能同时检索到布林和黑马，所以投入布林会是比基德更稳定的选择。但是为了削弱红子罗，把凯多给误伤了，确实有点不太好，所以我才会是把基德和黑马绑在一起，以削弱红子罗为主要基点出发。那本身就对于红子罗小有优势，且近期比赛尚未成绩频出的陆奇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动作？于是我就有了 AB 表莫利亚加陆奇的猜想。首先我还是翻阅了大量的黑色卡组，使用率最高的2张卡其实是莫利亚和萨博，那为什么不把这2张卡放一起刀呢？废话，这么砍了，那我红黑路飞还咋玩啊？抱歉，情绪有点激动哈。其实还是刚才说的，一个是不误伤原则，另一个就是要去针对特定组合。莫利亚跟萨博可以说是就没有配合，这俩放一套牌里并不超模。其实黑色也只有1张卡算是罪大恶极，就是这张莫利亚。登场起步赚2卡也是需要一定的还债的。但是其实放眼望去，除了陆奇，其他黑色卡组其实都并不是很超模。就像莫利亚，同一套构筑06玩到08，即使相当于无限的莫利亚，也没有听谁说要把莫利亚头办了的。所以还是强的不是莫利亚，强的是他的搭配和组合。所以萨博作为一个5费，跟莫利亚毫无配合是没有削弱价值的，不能单纯为了砍而砍。因此既然要砍莫利亚，那就要从他的强力组合中去找。于是乎4费的陆奇首当其冲。当前版本的莫利亚最常配合的打法之一就是拉个2费的减费和一个4费的陆奇，当然也有配合雷贝卡打防守的，不过即使拉雷贝卡，最后很可能也还是拉个陆奇。具体 combo 可以看下我陆奇讲解的那期。可以说不管是之前的赤犬还是现在的杰陆奇，这2名领袖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都与这张4费的陆奇不无关系。而莫利亚更是将这张卡的作用拉高了又一个台阶。所以如果想要平衡黑色，我认为这套组合会是最有效的方案之一。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把莫利亚和司法岛放在一组可行不可行？我认为虽然是个可行的方案，但是不一定有效。一个是之前已经出现过了不带司法岛的构筑了，并且也有不错的成绩，然后是岛本身也是为了配合解牌，所以削弱解牌也就是削弱了岛。当然如果是削弱岛，还可能换成海军轴，单挂4个陆奇就完了，没起到平衡的目的啊。并且这个组合也不会误伤很多卡组，基本采用海军加百兽，莫利亚撑死了带1个陆奇，减少1张莫利亚的投入，对莫利亚卡组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很多。可能误伤比较严重的是卡普，那也只能对不起爷爷了。接下来讲讲黄色部分的预测。其实我这部分预测是前后相辅相成的，因为要对红子罗进行平衡，那陆奇也不能落下。陆奇的稳定性如果下降了，那本身被黑色克制的卡组势必会有一定的回暖，其中最火爆的莫过于艾尼路了。如果陆奇大哥少了，解少了，很有可能很快就解不动了，或者打不死艾尼路了。所以我认为艾尼路也要适当平衡一下。其实关于艾尼路的平衡方案，我是纠结了很久的。之前想过把大河和艾斯放在一组里，去削弱艾尼路的回复手段，但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对于艾尼路来讲，比起不断的奶血，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对于场面的控制，通过登场既能解场又能战场的角色才更重要。而艾斯对于解场的要求必须是对面休息状态的角色，并且本身打完横置之后也基本上就是活靶子了，反而会变成一个突破口。从它下降的如此严重的价格也能窥见一二，其实跌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没那么好用，没把艾尼路带到大家想象的高度。所以把卡尔和大河放到一组，大家应该也能理解了。我认为削弱艾尼路的控场能力才是真正能起到削弱艾尼路的目的。虽然可能会误伤了黄蓝奎因，我也很心痛，毕竟我也是老牌黄蓝奎因玩家了。石妈和艾斯这一组其实就是针对的皇子布林，
陆琪和洪子罗都是比较克制布林的卡组，如果这两个领袖平衡下去之后，布林很可能会异军突起，8个适配大哥一个个拍，啥卡组我觉得都能送走了，所以提前预防一下。不过这个因为只是预测，没有任何依据，我也不认为戴哥会想这么远，所以大家能理解我的思路就行了。最后一组就是绿色的经典 combo 了，大基德加克拉松了。06时这个组合帮我拿下了不少卡儿，北京地区大和冠军这么多，也可以说这个组合是功不可没。不过到了0708，主要就是为了针对波尼了。洪子罗可以说是完克波尼，平衡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黑色虽然跟波尼算5-5开，但是波尼要比黑色更吃牌去，所以往往黑色也会小优一些。艾尼路因为有卡2，对于这个组合来讲也是毁灭性的，但是在我的预测里，这些领袖都会被平衡一部分。根据对手削弱，就是我加强的峡谷相对论，绿色得到了一大波加强啊！更何况绿色马上迎来了自己的最强大哥香克斯，强度又会更上一层台阶。那么适当平衡一下，我认为也是合理的吧。所以基德加克拉松的这套绿色最强 combo 之一，我认为是首当其冲，应该被关注的。关于红色和蓝色，我也有过设想，戈登和马库斯我刚才讲过了，但是除此之外，我还真没想到这两个颜色有什么特别超模的单卡或者组合。要是全根据我自己的心情，可能直接就弃手布林加重力刀了。但是讲实话，真不至于，所以干脆就没有这两个颜色了。以上就是我对新一期金卡表的预测，因为都是层层递进，所以直接看可能比较难理解为什么会这么预测，并且虽然我很推崇 AB 表的方式，但是具体实行还是得等最终公告。不过我十分不建议直接办头，这点是怎么都不会变的。即使我不怎么玩红子罗，我也十分不赞成这种方式。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都是我的推测，没有任何可靠依据啊，万一错了也均属正常现象。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里理性讨论哈。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